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人是听不明白中国人说的好赖话的，就是你这句话是夸他还是阴阳他，在他耳朵里是一样的。我家这位大胖媳妇尤其严重，我一直以为她是心大不内耗，然而最近我们家意外发现了一个多年未解之谜：大胖媳妇耳朵聋。又到过年了，承蒙厚爱，我们家要去北京卫视参加春晚录制，导演组让我们家一起唱首歌。录制当天，我和孩子们都是20分钟结束。生长在悬崖，张口秋春又来，能让心血润滑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大胖媳妇把整个录音棚录疯了。向东去春又来，向东去春又来，玩的。录音老师刚开始信心满满，说这样别着急，我们现场给他示范一下就好了。东去春又来，春东去春又来，春又来，向东去春又来。When my hands goes down, your voice go down. 春又来，向东去春又来，崩溃了，崩溃了！大胖媳妇非常委屈，说我觉得这个录音公司有点针对外国人，就抓着我录到半夜，那该咋是咋的。你把我唱的和原唱，你发视频让广大群众评评理，那不是一模一样的吗？后来在场有个搞音乐的人跟我说，姐，这种情况我们见过，到了他这种五音不全的程度呢，他唱不对，是他耳朵有问题。咱们能听到的各种音调的区别，在他的耳朵里听到的是一样的。你不信，观察一下姐夫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症状。我当时还不信，但是马上张大铁回家阴阳他爸，他爸听不出来，我才开始琢磨，好像是有道理。因为汉语一模一样的话，你用不同的语调就代表不同的语气，甚至导致意思完全相反，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永远不懂汉语言文学的核心阴阳怪气。你做过了3遍，我做过好多遍。是你多厉害呀！妈，你那歌唱的我都服了，真的。你也很厉害，谢谢。真的崩溃了！那耳朵不好使，我们只能多练。我平时没时间陪他，他就爱找小度天天闺蜜机 Pro 4K Max 聊天，独处的时光还能用小度追剧、健身，万向轮推哪儿都方便。想客厅 K 歌、打游戏也不在话下。32寸4K 护眼大屏，超绝视听享受，有爱更懂你。我家这父子关系目前还不错，全靠大胖媳妇耳朵缺陷，屏蔽掉了张大铁对父亲所有的阴阳怪气，要不然早伤心了。我的天哪！我跟你讲了吗？你唱不够我。你不高血压，谁高血压？张大铁这句"你不高血压，谁高血压"是一句经典的东北讽刺，但大胖媳妇以为这是一个问题 question， 还有谁高血压，并做出了回答。我的妈妈高血压。张大铁也懵了。谁问？你挺累的。还行，其实没事劲儿啊。是谁都看不出来。慢点，你别累了啊。不会。所以你说，要不然大胖媳妇活得快乐呢？我采访了一下大胖媳妇关于儿子对她的情感。哎，你如果用3个词来概括张大铁对你的情感，应该是什么？喜欢、崇拜，还有离不开。哎，最近俺家呢收着个礼物，没想到一个礼物引发了大胖媳妇波澜壮阔的情史和往事，甚至还牵扯出来前女友以及复杂的财产纠纷。6月儿童节不快到了吗？前2天一个朋友送俺家俩孩子几套乐高积木，拎回来这大黄袋，哎呀妈，俩孩子眼睛湛亮。然后当时呢，我们有一个朋友也在，这人呢好像就是挺有钱，就是爱收集，然后跟我们说他最近呢收集了一套非常贵的乐高，挺不菲的。大胖媳妇呢就有点虚荣心上来了，说我小时候也有一套乐高，我妈给我买的，当时就真是挺招风。原因是啥呢？可能有的朋友知道，我老公这个爸爸布莱恩，他不是亲爸，继父。我婆婆温蒂嫁给布莱恩之后呢，布莱恩的父母不认大胖媳妇，每到圣诞节，他的爷爷奶奶都不让他去买礼物的时候呢，那爷爷奶奶只给亲的孙子孙女买，对他呢就是对付，给个纸壳盒子、塑料袋啥的。然后温蒂这人呢，虽抠但刚，就孩子不是不能对付，但是只能我对付。所以那年圣诞节，温蒂一看自己儿子受委屈了呢，要强劲儿上来了，痛下血本给他儿子整了当年最阔气的这一款积木，就为出这口气。然后大胖媳妇就跟人回忆嘛，那是80几年，应该是当时买的是一个大房子，里边还有士兵啥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收集爱好者朋友眼睛就亮了，就很兴奋说，该不会是1984年的那套国王的城堡吧？大胖媳妇也迷糊了，城堡，哎，好像有国王。那个人说，你呢可以看一看，如果你那套就是我说的国王的城堡，你拿过来，你出价。大胖媳妇说，我还不一定卖呢。结果那人前脚刚走，大胖媳妇开始查手表了，越想越觉得自己那套就是国王的城堡。下午还查手表呢，晚上已经开始查海景房了。告诉我，你买2个加湿器，适应一下亚热带海洋性气候，准备在三亚整套房。你说人这玩意儿就是命，你说谁能想到我38了，用你奶话说奔50的人了，活到今天居然可以啃老了。然后这一天心情就贼好，本来大胖媳妇这些年也特别爱买这个乐高的大黄袋子，今年6一之前心情特殊，自己出钱给孩子挑了好几套乐高积木。他认为啊，自己的灵气逼人，多少是有点当年乐高刺激用脑的功劳在里面。
爱拼才会赢嘛。然后他顺利成为富二代之前呢，就面临着一些遗产分割。他不是想让他妈温迪8月份来的时候把这个国王的城堡带过来吗？告诉他妈说把我小时候所有玩具都带着，飞机托运我花钱，反正也要买飞机了，也要买飞机了。然后他这俩妹妹呢就不同意，大胖媳妇就咋说也不听，说我把厨房家电什么都给你，不行。最后给他急的跟他妹妹说，就是房产我都可以让一步，我只要童年的记忆。然后呢，前天温迪就爬到地下室去找这套国王的城堡去了，然后告俺说不好意思没找着。大胖媳妇说怎么可能没找着呢？你啥时候扔过东西啊？然后温迪呢就偷摸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咋回事呢？就他以前吧有个前女友叫索菲亚，他俩分手了以后呢，我儿子不就去中国了吗？这索菲亚呢没事还来俺家跟我唠唠嗑啥的。完前2年呢人结婚了，怀孕了，我寻思得给点啥，我就把那套积木给他了。当时也没寻思这事儿对我儿子这么重要啊，就谁能想到他这么在乎这个童年的记忆呢？我听完呢，我也就没瞒大胖媳妇儿，我就如实跟他说了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啊，就视觉上变白了，问我啥意思？我说啥意思？就直白的说呢，就是你吧，把该继承的房产给你俩妹妹了，把海景房给你前女友了，把2个月之后空手而来的妈妈留给了你自己。大胖媳妇儿给他妈打电话，你说你家里600多个塑料袋，9000多个易拉罐，你都不扔，你扔我的城堡。这2天我就劝他呀，我说跟往事干杯吧。他说我童年的记忆没有了。我说有，重新拼呗，爱拼才会赢嘛。大胖媳妇刚才就想起这事儿，依然很唏嘘，跟我说，你说我前女友该继承的房产、海景房、积木都是泡影。你说我最近啊，那走街上都直高腔的，就是以为自己拥有了全世界，结果就我自己不知道，输的裤衩都没了。这叫啥国王的城堡？我说你这个叫皇帝的新装，皇帝的新装。哎，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最可怕？就是当一个人他觉得他领悟了一门语言，哎，拿捏了，自己觉得自己汉语没问题了，每天开始就是独立社交，压都压不回去，就往外蹦。但实际的汉语水平呢，还撑不起他的勇气，天天惹祸。有一天，我妈领我们开车去郊区，路过了一片山，咱也不知道为啥，我妈在那片山上就给自己的将来置办了一个公墓。我妈就指那山说：“我的墓地在这儿。”我老公就听懂了墓地这个词儿，欣喜若狂。就你还记得咱小时候学英语那种感觉？我就一听听力，咔听到一个自己会的词儿，我知道 abandon 啥意思忘了，但是 abandon 就光抓这词儿的，别的全忘听了，就那种感觉。他就捕捉着这个目的了，他理解的目的是目的地、目标地点 destination， 都不等我翻译啊！我妈刚说完了，我的目的在山上，他直接就回答我的目的在北京，我的目的在北京。我妈说啊，那你的目的为啥是北京啊？是不是因为北京大，晚上可以跑出来随便玩？我老公说，那你的目的为什么在山上啊？是不是因为山上大，晚上可以跑出来随便玩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妈以为他故意抬杠呢，我妈也抬上了啊！你放心，如果我真有那一天，我上山了也会想着回来找你的。我晚上出来玩也把你带走，一起玩啊！我老公说啊，那妈妈你放心，如果我真有那一天，我也会想着回来找你的。我不管啥时候出去玩，我都会想着把你带走的，把你带走的。回来我跟他说，我说目的啊是人走了以后长眠的地方，它不是目的地。我老公说，那从哲学的角度来讲，还是目的地吗？ Final destination。我说的没有问题。